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一顶彩票杨紫浮夸行走戏。近日，一顶彩票杨紫的浮夸行走戏再次引起了广泛争议。作为当红女演员，杨紫的演技一直备受关注，但近年来她在一些电视剧中频繁出现夸张、矫情的表演风格，导致不少观众产生反感，并对其浮夸行走戏提出质疑。首先，杨紫的浮夸行走戏存在较为明显的误导性，她常常通过夸张的表演方式来模拟情感的高潮，虽然能够引人入胜，但却不符合实际的情感真实表达方式。观众在接受杨紫的演出时，往往难以辨别哪些是真实的情感展现，而哪些又是为了煽情而对观众造成的视觉误导。其次，杨紫的浮夸行走戏给电视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在不少作品中，杨紫的浮夸行走戏带给观众过度的情感刺激，甚至导致一些观众对剧情产生了疑惑，认为剧情过于虚假，不符合情感真实性的要求。而这也为电视剧行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，降低了观众对电视剧的信任度。最后，杨紫的浮夸行走戏也给她自己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虽然这种夸张的表演风格为她赢得了一定的关注度和人气，但也对她的演员形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在一些观众心目中，杨紫的演技虽好，但也显得有些矫情，过于做作，殊不知她实际上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方式，更好地展现一个角色的真实情感。总的来说，虽然杨紫的浮夸行走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人入胜，但也不应该忽略其中的负面影响。我们应该更加追求真实的情感表达方式，为观众呈现更加真实、接地气的电视剧作品。同时，作为演员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表演方式对观众的影响，不断挑战自己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，为观众呈现更加真实、更加优秀的演出。长相思杨紫，谭健次五角虐恋，微信指数爆表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揭晓微信指数最高的演员。让我们来看看，在众多演员中，谁才是微信用户最关注的焦点。近年来，古装剧备受观众喜爱，而《长相思》作为一部备受欢迎的古装剧，不仅剧情扣人心弦，演员们的表现也备受赞誉。其中，谭健次凭借在剧中的出色表现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微信用户的关注，以压倒性的胜利成为了微信指数最高的演员之一。《长相思》是一部五角虐恋古装剧，由杨紫、张晚意、谭健次、邓为、王弘毅等主演。该剧自开播以来一直位列中国戏剧热度榜首位。其中，杨紫与谭健次的感情线索备受观众关注，成为了剧中的一大亮点。谭健次凭借在该剧中的出彩表现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微信用户的关注，成为微信指数最高的演员之一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杨紫饰演的小妖面临着4位优秀的男子涂山璟、赤水风龙、神农新月和香柳的追求。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结局，但他们都曾对小妖产生过感情纠葛。小妖的真实身份是蚩尤与轩辕拔的女儿，她的尊贵身份让她难以接近，但她内心渴望着爱情。在剧中，小妖与叶时期的故事令人动容。叶时期在小妖还是文小六的时候救了她，并给她取名叶时期。两个人互相陪伴了6年，虽然涂山璟早就知道了小妖的心意，但他一直默默地守护她。这个故事情节让观众感受到了剧中的深情厚谊，也让谭健次的表现更加出彩。谭健次在《长相思》中的出色表现让他成为微信指数最高的演员之一。他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认可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并关注到了这位优秀的演员。同时，《长相思》的热播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实力和潜力。总之，谭健次凭借在《长相思》中的出色表现，以25028,327的微信指数荣登冠军宝座，成为微信用户最关注的演员之一。他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认可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并关注到了这位优秀的演员。同时，《长相思》的热播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实力和潜力。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莲花楼豆瓣开分8.0，长相思7.6，速开看哪部分高哪部意难评。来自小青的温馨提示：您的暑假余额已经不足2周。学生党作业做完了吗？上班族有趁着这段时间出去玩吗？
带娃的家庭都去了哪里游玩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大家暑假都追了剧吗？这个暑假，3大视频平台相继拿出了自己有诚意的作品，但最后出圈的2部其实就《长相思》《莲花楼》。整个8月上半个月，其实就是《长相思》与《莲花楼》牢牢占据了观众的眼球。2部剧不管从画面、演员配置、人设、故事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。随着《长相思》《莲花楼》相继开了超点，意味着陶与娥20多天的较量暂时告了一段落。近日，这2部剧在豆瓣的评分也相继出来了。《长相思》豆瓣评分7.6，20万人打分。《长相思》严格意义上要打上《长相思》第1季才对，因为故事并没有最终结局。第1季的剧情卡在了枪玄在西阎王的禅位下登基，少年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帝王，镜头前那个俯视让人感觉到他的苍凉。最后少年一步步走向王位，称孤道寡。而这一季，小妖与涂山璟分手，与赤水风龙订婚。涂山璟还没发现孩子不是他的，香柳与红江义军的命运如何？枪玄只是登基成为西阎王，还没有大一统天下。第2季21集的内容，估计是每1分钟都精彩了。在点映后的一天里，《长相思》的豆瓣评分出炉，29.4%的网友给了5星，37.3%的网友给了4星，21.5%的网友给了3星，剩下11.9%的人分别给了2星跟1星。总计20万人打出来的分数，短评11万条。虽然中间经历过高能名场面梅林虐杀被导演拍成扁平，3个男性角色各自支持的粉丝互相有矛盾，都认为自己的高光被削弱。导演爱拍人头套后脑勺，给镜头推进不及时，不懂得镜头语言放大演员情绪。但杨紫用她的实力告诉观众，她就是小妖，她的每1分钟表演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前期清水镇的糙汉男装，中间没恢复身份但回到五婶山的小女儿心态，后期陪着哥哥搞事业的倔强与清醒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杨紫让人信服了，这部剧大概率是要崩盘的。真的剧方多少给杨紫磕个头吧。至于3个主要戏份的男演员，张晚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一个蛰伏的帝王，一个渐渐心理阴暗扭曲的少年是如何演的。谭健次发挥依旧稳定，赋予香柳自己的理解，深情的克制的九命香柳。邓卫作为他们中间资历最轻的演员，把叶时期的温柔、涂山璟的矛盾、破碎感演出来了。实话说，我对他是最没有期待，也是得到反馈最多的演员。莲花楼豆瓣评分8.0，25万人打分。莲花楼作为暑假档唯一部武侠剧，能有8.0分，25万人打分也算得上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了。莲花楼楼主李莲花是退休准备养老的前4顾门主李香怡，江湖人很少知道。他们只知道一夜之间有一名医能医死人肉白骨，让人起死回生，此人走哪都带着一座楼。但事实上，李莲花不会起死回生，救下的人都是假死。他真正会的是断案，心思如尘。他与方多病、狄飞升从敌到友，这一路是他跟整个江湖武林的告别。前期的探案过程，多数是靠主角嘴上说说，没有曲折，也没有寻找真相的过程，难免给人一种悬浮的感觉。实际上，主线罗摩天兵相关的案子都比较精彩，其他的案子就比较粗糙。因此前期追的时候觉着可有可无，但女宅案开始，剧情就变得精彩了一点，开始上头。程毅对李莲花这个角色的理解还是蛮让人觉着意外的。他说李莲花有一点柔和的冷漠敷衍。曾瞬息的方多病是可爱小狗本人，他对朋友赤诚，生气永远不会超过1天，关心有人。从非要进百川院到为了朋友可以主动离开百川院，这是少年人的成长。萧顺尧的狄飞升被人打成魔头，说他危害江湖。事实上，他本人就只爱好刷榜，武林排行榜谁在他前面，他就挑战谁。为此给自己惹了一个叫脚力桥的疯批美人。莲花楼的故事相比早期的武侠剧当然是弱很多，武打也不能比，但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有可能复兴的武侠江湖。至少有很多招式，有各种门派，有各种武功，有光怪陆离，有人心叵测，有儿女情长，有侠骨柔肠，更有江湖侠义。因此这个故事被25万网友打出8.0分的高分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甚至有14万人写了短评。
35.3%的5星，38.6%的4星，19.2%的3星，以及不到10%的1星2星。大家觉着这2部剧哪一部的分数低了，哪一部的分数虚高呢？02，肖战频遭邓卫碰瓷上位，肖战真成了他的提款机了。肖战可能从来没有想过，内娱居然有人能不断的买通稿说自己和他很像。邓卫从出道起就经常用下一个肖战像肖战这样的词条来吸引眼球。只要他有新作品播出，不管他是什么角色，总会搞出几个热搜和肖战挂钩，好像不这样就没人关注他一样。以前还算正常，用肖战的热搜来宣传自己的撞脸，看看实时广场上那些一模一样的营销号同步发文，连图片都不换，分明就是一个公司安排的。那时候邓卫的粉丝居然还能说出肖战在蹭邓卫的话，显然是要把黑红进行到底。但是红不红真的是玄学，有些大佬费心费力捧自己的孩子也没什么效果，有些艺人自己闯荡娱乐圈也能红遍半边天。这种单纯靠碰瓷营销下一个肖战的热度，很快就会消失。即使内娱营销号无数次把邓卫的名字放在待爆地的名单里，也改变不了他不火的事实。所以当他的《长相思》开播了，作为3大男主之一的邓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操作，先是长相，后是胸肌，不和内娱其他艺人比较，只和肖战比较。按照大家都认可的规则，谁的名字在前面就是谁买的热搜，那么这些热搜明显就是邓卫买的。可他的粉丝还以为自家偶像是被利用了，殊不知谁会一次又一次的把肖战的热度送给他呢？其实肖战被内娱碰瓷已经不是1、2天了，他简直就像是内娱艺人的父亲一样，孩子多的数不清，满眼都是像肖战的人。但实际上肖战的容貌无可挑剔，可也没有人能超越肖战。肖战刚出道时就凭借自己的颜值和穿搭上过热搜，凭借北唐墨染小有名气后直接成为亚太第一，并且这个成绩一直保持到现在，没有人能打破。那些说自己长得像肖战的人，先看看自己在榜单上排第几吧。不否认娱乐圈有些艺人在化妆和打扮上有时候和肖战有点相似，可既然有了顶配存在，这些次品怎么会让人在意呢？都说古装是检验一个男艺人的最好的标准，那些下一个肖战的人中有谁能比得上北唐墨染？有谁能赶得上魏无羡？有谁能超过石颖？肖战很火，从2019年火到2023年，并且这个时间还会继续延长。即使娱乐圈艺人层出不穷，新人不断涌现，但肖战仍然是那个无可争议的顶流，无论是从实力还是颜值，还是粉丝忠诚度来说。但是很遗憾，肖战就是肖战，没有人能成为下一个肖战，也没有人能像肖战。大家都在同一个娱乐圈，年龄也差不多，请自立自强，不要四处碰瓷，更不要3天2头碰瓷。今天说长得像，明天说胸肌比较，过几个月是不是又要演技对决了？不会真有人以为肖战只靠脸就能火吧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